不过，对面的那片区域比我想象中更加广阔，所以大家还是分头寻找更有效率。我们4个……喂，这种小事别算上我。那能拜托你连接起我们的思维吗？毕竟是未知的区域，而且也只有你才能做到这种事了。你怎么还想使唤我？用你们自己的通信器了？可是这里是月球，月球也别想让我加班。好了，吉安娜，3个人应该也足够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还是这就动身吧。哼。看来我应该对你们说声恭喜，准备去和同伴会合了吗？喂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一开始就算准了会这样？怎么说呢？试试也无妨吧。我对于精神控制的理解并不深入，不过是有些研究戒律的经验罢了。但你们身上的神鹰，从广义的角度来说，的确属于我的发明，不难分辨。哼，对不起，它现在叫太虚剑气。名字不重要，你们的剑气，它与戒律同出一源，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精神枷锁。虽然它从机制上不足以消除另一种精神枷锁，但与其制衡却绰绰有余。当然，刻意激你只是一种实验。既然万事开头难，索性就让你们在战斗中将整个精神连同枷锁一并消耗。虽然在体力上多少有些损失，但现在看来，结果是皆大欢喜的一本万利，对吧？那为什么？你想问，为什么你不能以同样的方法解开自身的限制？有没有可能是 Kiana 对你下手太轻了？啥？只是个玩笑，我没有充足的证据来推测你的情况。不过，如果只是猜测，或许那与律者核心并不在你自己身上有关吧。可是，博士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这些呢？时之律者白生了一通气，他好像也挺冤的。喂，你胡说啥？我有什么冤不冤的？莫名其妙。说不定是我为了顾及自己的形象呢。万一实验未能取得成效，我还可以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，不对吗？好啦，不开玩笑了，你们是要去和同伴会合吧？不过，如果现在就进入前面的必经之路，恐怕还有些操之过急，因为有人正在我们背后用特殊的方式进行着一场交谈。原本我以为这只是为了分头行动而找的托词，没想到你的确想趁此机会和我单独谈谈。那么，在无法使用律者全能的当下，你仍然能够听到30万人的声音在内心深处回响吗？不能，但在核心不再有所回音之后，布罗尼亚对他们的感知反而更加清晰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布罗尼亚才真正明白，传承是一种要通过消失来印证存在的事物。他们的声音的确消失了，可意志却更加鲜明。在做出某个决定的时候，那份所思所想
究竟属于自己，还是偶尔 Bronya 自己也无法完全确定。就像我们今天在无意之中就被石之律者诱导了想法一样。不过，如果只是这个话题，就算石之律者在场，我们好像也不用太过避讳。确实，怎么说呢？在这个场合，比起 Bronya 和牙医，站在这里的，首先是2位传承者。确实，尽管严格想来，我并没有很正式地向大家介绍英杰和往事乐土，但 Bronya 果然就是 Bronya 呢。Kiana 也不笨哦，只不过站在他的角度上，肯定不会匆匆忙忙就要你分享自己的故事啦。你们2个谁跟谁啊？所以，如果站在 Bronya 的角度 ，Bronya 对于牙医在世界时的经历，的确只是一知半解。即使加上之前丽塔刺探到的情报，也不可能获得和牙医相同的体悟。只不过，再次相见之后，出于我们之间的共性 ，Bronya 隐隐感觉到。雅一，在获得了某种传承之后，你似乎不像之前那样无法理解他人的牺牲了。不像之前那样无法理解吗 ？Bronya， 这件事上，我可能并不像你那样相信我自己，但从英杰们的身上，我也的确明白了一件事，在某个无法逆转的时刻到来前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会知道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。不过话说回来 ，Bronya， 你刚才的语气似乎并不包含对过去的责难。那当然了，即使在千羽学院的废墟，亚伊也并没有真的做错什么。而且 Bronya 知道，传承是非常复杂的事物。无论是牙医还是 Bronya， 无论是 Kiana 还是丽塔和尤兰戴尔，当然也包括班长和学院长，我们其实都走在不同的道路上，却又殊途同归。比方说，在对于牺牲的态度上，夏伊和 Kiana 其实各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。但是，正因为这2条道路截然相反，像牙医和 Kiana 这样骨子里完全不同的2个人，才能真正的心意相通，成就彼此啊。Bronya， 牙医一定也发现了吧？这半年来 ，Kiana 又成长了许多。作为你们2人的朋友 ，Bronya 为你们的意志能够再度并肩而立，感到由衷的欣喜。在 Bronya 看来，现在的牙医和 Kiana 距离真正的和好，应该只差那关键的临门一脚喽。原来如此，这倒真是一个让别人听到会很奇怪的话题。谢谢你 ，Bronya。不客气。不过，既然如此，牙医想不想和觉得自己也成长了的 Bronya 好好过几招呢？好啊，不过我可从来都没有放水的习惯哦。牙医 Bronya， 你们这是？没什么，只是谈了谈心，对吧 ，Bronya？因为有点开心，所以就和
雅伊姐姐切磋起来了。Tiana 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梅博士的建议的确有效，现在我至少能够启用一部分空之律者的全能了。事先说明是在我的帮助之下啊。在十之律者的帮助之下，我们修好了前往对面世界的通道。怎么感觉不太够味儿啊？你要这样说，在伟大的十之律者女士的帮助之下。好了，不必多加赘述了，情况我们已经有所了解。那么，这是可以出发了吗？在你们谈心的时候，梅博士已经向普罗米修斯传出了等待会合的讯息。不过，对面的那片区域比我想象中更加广阔，所以大家还是分头寻找更有效率。我们4个……喂，这种小事别算上我。那能拜托你连接起我们的思维吗？毕竟是未知的区域，而且也只有你才能做到这种事了。你怎么还想使唤我？用你们自己的通信器了？可是这里是月球，月球也别想让我加班。好了，Tiana，3个人应该也足够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还是这就动身吧。好，到这里我们就分头行动吧。彼此多加小心。当然。